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皮肤真嫩，今晚王总派对，穿我送你的薄纱裙，不许穿内衣。经理的三角眼黏腻地刮过我全身，令人作呕。我胃里翻江倒海，攥紧拳头，我不去。贱人！他脸色狰狞，滚烫的咖啡猛地泼在我手背，剧痛让我瞬间惨叫。他狞笑着，赔一次够你挣1年，装什么清高？之后，他抢走我呕心沥血的项目，匿名信塞满信箱，污蔑我卖身上位，更派人堵我在洗手间，把我惊恐挣扎的照片丢进工作群。同事们围观、哄笑、指指点点。今天，他当着全公司得意洋洋宣布我因品行不端被开除。我强忍手背火辣的痛和滔天恨意，当众拨通电话，按下免提。爸，您分公司养的疯狗不仅造我黄谣，现在还要把我扫地出门。电话那头顿了1秒，我听见冰冷的声音响起：清理门户，立刻！我要让所有人亲眼看着这条狗是怎么被送去安乐死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不去！我盯着经理张浩那双闪烁着油腻欲望的三角眼，清晰地吐出这2个字，要我穿着他送的那件几乎透明的薄纱裙，还不穿内衣，去参加什么狗屁王总的私人派对。他把我当成什么了？张浩脸上的假笑瞬间凝固，随即扭曲起来，像一张被揉皱的砂纸。他眼里的温度骤降，射出令人作呕的恶毒光芒。你说什么？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不等我重复，他猛地抓起桌上还冒着热气的咖啡杯，滚烫的液体带着浓烈的焦糊味，狠狠地泼向我的手背和前胸。啊！我猝不及防，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灼痛猛地袭来，咖啡渍迅速浸透了我的白衬衫，手背上立刻红肿一片，火辣辣的疼。办公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张浩看着我狼狈的样子，脸上浮现出狰狞的笑容。婊子还想立牌坊？他的目光像毒蛇一样在我身上游走。妈的，给你脸不要脸！他往前逼近一步，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他压低了声音，语气却充满了威胁：识相点，今晚把王总伺候舒服了，够你这穷酸样挣1年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恶心的我几乎要吐出来。我强忍着手背和胸口的剧痛，身体因为愤怒和屈辱而微微颤抖，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让自己示弱。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看戏的女同事李娟立刻像条得了指令的狗跳了出来。她假惺惺地拉了拉我的胳膊，语气却充满了幸灾乐祸。哎呀，林薇，你怎么回事啊？张经理这是给你机会呢。王总是什么人物？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他的话像是在伤口上撒盐，让我更加恶心。我猛地甩开他的手，目光冰冷地扫过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他们有的低下头假装忙碌，有的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空气死寂的可怕，只有咖啡滴落在地上的声音和张浩粗重的喘息声。孤立无援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张浩看到我这副倔强的样子，眼里的狠戾之色更浓。他冷笑一声，指着我的鼻子：行，林薇，你很有种，骨头硬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张浩的报复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阴险。仅仅过了几天，我冲进了张浩的办公室，他正悠闲地靠在椅背上，看到我进来，脸上没有丝毫意外，
反而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张经理，那个新项目策划案是我的，为什么署名是李娟？我将文件拍在他桌上，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张浩懒洋洋地瞥了一眼文件，甚至没伸手去碰。你的，林薇，你是不是搞错了？他慢条斯理地说，语气轻蔑。我只知道李娟交上来一份非常优秀的策划案，我已经向上面汇报了，还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是我的原始文件，上面有创建时间和修改记录。我指着电脑上的证据。张浩嗤笑一声，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谁知道你是不是事后伪造的，想抢同事的功劳？林薇，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心思这么歹毒。他反咬一口，将窃取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无耻，卑鄙！我气得浑身发抖，却找不到任何话来反驳他的颠倒黑白。就在这时，李娟扭着腰肢走了进来，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她娇笑着依偎在张浩身边，挑衅地看着我。哎呀，林薇，真不好意思啊，可能是我和你想一块儿去了。不过，谁让张经理更认可我的方案呢？他故意在我面前炫耀。对了，谢谢你的灵感啊！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的丑恶嘴脸，我只觉得一阵反胃。我知道，再争下去也是徒劳。在这个被他掌控的小环境里，黑的也能被说成白的。我只能带着满腔的愤怒和憋屈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件事之后，我在部门的处境更加艰难。张浩开始变本加厉地给我穿小鞋，安排各种繁琐又不可能按时完成的任务。李娟则处处针对我，散布一些关于我的负面言论。同事们对我的态度也愈发冷淡，甚至开始刻意疏远。几天后，公司内部的匿名意见箱里开始出现一些针对我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不堪入目，捏造我为了拿到项目，主动勾引张浩，甚至出卖身体换取业绩。这些恶毒的谣言像瘟疫一样迅速在公司内部蔓延开来。李娟更是抓住机会，在一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哎呦，真没想到啊，平时看着挺正经的，原来是这种人，怪不得张经理之前对他那么关照呢。我百口莫辩，只能紧紧握住双拳，任由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办公室里的空气就像凝固的铅块，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那些若有似无的指点，刻意放大的咳嗽声，还有李娟那毫不掩饰的得意眼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已成为众矢之的。这天下午，就在我埋头处理那些被故意刁难的琐碎工作时，内线电话响了，是张浩打来的。林薇，你来我办公室一下。我的心猛地一沉，直觉告诉我，这绝不是什么好事。走进他的办公室，张浩正靠在老板椅上，脸上竟然挂着一种语重心长的表情。李娟也在，像个跟班一样站在他旁边，假笑着给我倒了杯水。林薇啊，坐。张浩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最近部门里那些风言风语，你也听到了吧？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等待他的下文。哎，他故作痛心地叹了口气。你说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倔呢？本来前途一片光明，非要弄得这么难堪。他话锋一转，身体微微前倾，三角眼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其实呢，这些谣言也不是不能解决，只要你肯听话一点。他拿起桌上一张烫金的请柬，推到我面前。看到没？下周有个非常重要的晚宴，王总也会出席。这次机会难得，你跟我一起去，好好表现一下，跟王总喝几杯，赔个不是。又是王总，
又是这种恶心至极的要求。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带着赤裸裸的暗示，只要王总那边点头了，你不仅能顺利转正，之前的项目奖励我也可以给你补上。部门里的谣言，我自然有办法帮你压下去。他描绘着一个看似诱人的前景，试图用利益来诱惑我。怎么样？这对你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我的拳头在桌子底下骤然握紧，指甲深深刺入掌心。看着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搅。之前的咖啡烫伤还在隐隐作痛，项目被抢的愤怒还未平息，现在他又提出这种肮脏的交易。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张经理，我一字一句，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收起你那套肮脏的把戏，我林威就算去扫大街，也不会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的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张浩的脸上。他脸上的假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因恼羞成怒而涨红的猪肝色。他猛地一拍桌子，整个人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不知好歹的东西，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真把自己当根葱了？老子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好，林威，这可是你自找的。既然你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老子心狠手辣。他的眼神变得无比怨毒。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在这个公司别想再有好日子过。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有多惨。李娟也在一旁煽风点火，就是给脸不要脸的贱人，等着吧你！张浩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盯着我，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滚！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我转身走出办公室，后背挺得笔直。临近下班，我去洗手间整理情绪，刚关上最里面隔间的门，就听到外面传来李娟和周丽刻意压低却又充满恶意的声音：就是这间，快点，别让他跑了！我的心瞬间沉入谷底，不祥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我慌忙去推门栓，却绝望地发现门栓早就被动了手脚，根本锁不上。砰！隔间的门被猛地撞开，李娟和周丽狞笑着堵在门口，像两只嗜血的野兽。李娟手里高高举着手机，镜头已经对准了我。你们想干什么？我惊恐的尖叫，身体不住的后退，直到后背抵住冰冷的瓷砖墙，退无可退。干什么？李娟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步步紧逼。当然是执行张经理的命令，给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人拍点纪念照啊！他的话音刚落，就和周丽一起疯了一样扑上来。他们的目标明确，就是我身上的衣服。放开我！滚开！救命！我拼命挣扎，尖叫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却显得那么微弱无力。他们像疯了一样撕扯着我的衬衫，扣子崩飞，布料发出刺耳的撕裂声。我的头发被狠狠揪住，头皮传来一阵阵剧痛，眼前发黑，泪水模糊了视线。他们将我死死按在墙角。李娟拿着手机，不断调整着角度，闪光灯疯狂闪烁，记录下我此刻衣衫不整、惊恐万状、狼狈不堪的每一个瞬间。对，就这样拍他哭的样子，让大家看看他有多贱。周丽在一旁兴奋地指挥着，他们的笑声充满了恶意和残忍，像一把把尖刀，将我的尊严一片片刮下。我感觉自己赤身裸体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由他们践踏、侮辱、羞耻、恐惧、愤怒、绝望，几乎要将我彻底摧毁。李娟拍了足足有10几张照片，
每一张的角度都极其刁钻，充满了侮辱性。他满意地看着手机屏幕，脸上露出得意的、令人作呕的笑容。然后他当着我的面，飞快地打着字，配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点击了发送。发送目标：公司几百人的工作大群。独家爆料：某清纯女员工勾引经理不成，恼羞成怒，大家快来围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知道，这一刻我被彻底毁了，我的名誉，我的尊严，被他们用最恶毒的方式撕得粉碎。手机在口袋里疯狂地震动起来，工作群的消息提示音像催命符一样，一声接着一声，密集的让人窒息。李娟和周丽欣赏完我的崩溃，心满意足地大笑着离开了。我瘫软在地板上，像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扶着墙壁站起来，整理好被撕破的衣服，一步一步，如同行尸走肉般走出洗手间。第二天，我顶着所有人的指指点点和鄙夷的目光，走进了公司。上午10点，张浩召集了部门全体员工开会。他站在会议室最前面，手里拿着打印好的证据，那些被恶意传播的照片和之前的匿名举报信。先是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所谓的事件经过，然后高声宣布员工林威个人行为极其不检点，道德败坏，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给公司声誉带来巨大损害。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他拿起一份打印好的辞退通知书，眼神里充满了报复的快感，对林威予以辞退处理。即刻生效。他将辞退通知书轻蔑的像扔垃圾一样甩到我的面前。整个会议室一片死寂，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李娟和周丽在人群后面交换着得意的眼神。张浩往前逼近一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伸出手指指向会议室的大门，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胜利者的姿态。林威，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公司，别脏了我们公司的地。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愤怒，所有的不甘，在这一刻积蓄到了顶点。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崩溃大哭，或者狼狈逃窜的时候，我缓缓地抬起了头，脸上竟然出奇的平静，甚至嘴角还勾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在一片惊愕的目光中，我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找到那个号码，拨通，按下免提，嘟嘟，等待音在死寂的会议室里回荡。张浩脸上的得意笑容一点点僵硬，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他的心头。电话接通了，微微熟悉而威严的声音传来。我深吸一口气，目光缓缓扫过张浩惊疑不定的脸，扫过李娟和周丽开始慌乱的表情，扫过会议室里所有屏息凝神的面孔。然后我用一种平静到冷酷的语调，清晰的一字一句地说道：爸，您分公司有条疯狗乱咬人，还造我黄谣，现在当着全公司的面要把我扫地出门。停顿，空气凝固。我继续说道，声音不大，却字字千钧。我今天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条狗马上要被送去安乐死了。电话那头的忙音还在会议室里回荡。张浩那张脸此刻已然失去了所有血色，嘴唇无声的翕动，汗珠如同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李娟和周丽更是筛糠一般抖个不停，眼神涣散，仿佛下一秒就要昏厥过去。压抑的寂静中，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叩击着每个人的心脏。
会议室的门被无声地推开，走在最前面的是我父亲林国栋，他身后紧跟着几位面容肃穆的高管和20名神情冷峻的安保人员。我爸的目光如同实质，缓缓扫过全场，最后精准地定格在我身上。当他的视线触及我脸上未干的泪痕，以及衬衫领口被撕扯的狼藉时，他瞳孔骤然收缩，眼神深处燃起滔天的怒火。他没有立刻发作，只是迈开长腿，径直向我走来。他的大手轻轻拂过我的脸颊，试图抹去那残留的失意，动作带着一丝笨拙的温柔，但指尖传来的微颤泄露了他内心奔涌的怒涛。没事了，微微。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随后，他猛地转过身，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面对着噤若寒蝉的众人。他的目光最终锁定在早已魂不附体的张浩身上。你就是张浩？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砸在每个人的心坎上。张浩浑身一激灵，差点瘫倒在地，勉强撑着桌子，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董事长，我爸根本不给他辩解的机会，直接一挥手，如同挥走一只苍蝇。他转向身后一位高管，声音冷冽如冰，不带一丝温度。即刻起，暂停张浩所有职务，查封他的办公室、电脑，所有相关账户，成立专项调查组，彻查他任职期间的所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财务问题，以及……他顿了顿，目光转向我，声音里带上了令人胆寒的杀意。对我女儿林薇进行的诽谤、人身攻击、名誉损害和所有不法侵害行为，所有相关人员一并严查，绝不姑息。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狠狠砸在张浩的心上。他眼神中的最后一丝光亮彻底熄灭，整个人如同被抽去了骨头，软绵绵地瘫倒在地。2名安保人员面无表情地上前，动作迅速地将他从地上架起，拖了出去。李娟和周丽看到张浩的下场，更是吓得肝胆俱裂，他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我爸的方向涕泪横流地磕头求饶：“董事长饶命啊，我们错了，都是张浩逼我们干的，我们不是故意的，求董事长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他们的哭喊尖利刺耳，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但换来的只是我爸更加冰冷的眼神。带走，交给调查组处理。他挥了挥手，令2名安保人员立刻上前，不顾他们的哭喊挣扎，将他们也拖离了会议室。会议室里剩下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纷纷低下头，生怕下一个被点名的就是自己。我爸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声音恢复了些许平静，但威严丝毫未减。各位，今天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林薇是我的女儿，她隐瞒身份来这里是我的安排，但无论她是谁，作为林氏集团的员工，都不应该遭受如此对待。我林国栋在这里表个态，公司内部绝不允许有害群之马，谁敢利用职权欺压员工，谁敢败坏公司风气，张浩就是他的下场，希望各位好自为之。他的话语掷地有声，敲打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说完，他不再看那些战战兢兢的员工，转身走到我身边，轻轻揽住我的肩膀：“薇薇，我们走。”我点了点头，任由他带着我穿过人群，离开了这个充满屈辱和噩梦的地方。身后是压抑的沉默和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分公司的风暴。坐进回总部的车里，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我靠在椅背上，
身体因为紧绷后的松弛而微微颤抖。我爸递给我一瓶水，看着我，眼神复杂。微微，对不起。我摇摇头，看向他，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脆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平静和决绝。爸，法律的制裁对他们来说太轻了，我要让他们为对我做的一切付出千百倍的代价，我要他们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我爸看着我眼中燃起的复仇火焰，感受着我语气里的寒意，他沉默了很久，最终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我父亲的能量是惊人的，几乎就在我们离开分公司的同时，由他心腹亲信带队的专项调查组已经如同神兵天将，全面接管了相关的调查工作。IT 部门的技术精英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张浩、李娟、周丽等人的办公电脑和公司邮箱，开始进行数据恢复和深度挖掘。财务部门则对张浩经手的所有项目款项、报销单据进行地毯式审计。法务部门也开始整理材料，准备应对后续可能的诉讼。整个集团的资源因为我爸的一声令下，高效地运转起来，目标直指张浩和他可能存在的同伙。最初的几天，张浩似乎还抱有幻想，在面对调查组的初步审讯时，他极力表现得镇定，对所有指控矢口否认。他的表演不可谓不卖力，只可惜在绝对的权力和早已被锁定的证据面前，他的挣扎显得那么愚蠢而徒劳。调查组的人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面对张浩的狡辩，他们并不急于反驳，只是将一份份恢复出来的邮件记录、转账凭证、监控截图，如同剥洋葱般一层层呈现在他面前。看着那些自己以为早已天衣无缝的痕迹被一一揭开，张浩脸上的镇定开始皲裂，眼神中的慌乱越来越难以掩饰。另一边，被隔离审查的李娟和周丽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失去了张浩这个靠山，又面临着可能的牢狱之灾，他们的心理防线脆弱得不堪一击。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李娟几乎是将张浩卖了个底朝天。她不仅详细交代了所有针对我的阴谋细节，还如同倒豆子一般，将他所知道的张浩的其他黑料和盘托出，收受供应商回扣的具体金额和方式，利用职权骚扰其他女同事的龌龊事，私下里如何议论和巴结领导，甚至他一些不为人知的混乱私生活。李娟为了自保，展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和举报热情。她甚至主动交出了自己偷偷录下的一些和张浩的通话录音，以及一些关键的聊天记录截图，内容足以让张浩罪加一等。周丽看到李娟这副样子，也有样学样，哭哭啼啼的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张浩和李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胁迫、被蒙蔽的可怜虫，试图博取同情。调查组将这些进展，连同李娟交出的投名状，都第一时间汇报给了我。我坐在总部宽敞的办公室里，平静地翻看着那些记录着背叛、贪婪和互相撕咬的审讯笔录和证据材料。李娟的疯狂攀咬，周丽的可笑推诿，张浩的垂死挣扎，这一切在我眼中不过是一场肮脏而丑陋的闹剧。我没有任何同情，也没有丝毫怜悯，看着这些曾经趾高气扬、肆意欺辱我的人，如今如同丧家之犬般互相撕咬，我的内心深处只有一股冰冷的快意在缓缓升腾。他们罪有应得，但这还远远不够。法律的审判是必须的，
但绝不是终点。我要的是让他们为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每一分痛苦和屈辱，付出同等甚至加倍的代价。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调查组负责人的内线。关于张浩和李娟的私人通讯记录和社交网络信息，我要一份最完整的报告。有了李娟的反水和她提供的关键证据，再加上调查组从公司层面挖出的财务问题和滥用职权的实锤，张浩的犯罪事实已经板上钉钉：职务侵占、商业贿赂、诬告陷害、强制猥亵或侮辱，数罪并罚。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漫长的牢狱生涯。李娟和周丽作为从犯，虽然有立功表现，但也难逃法律的制裁。法务部门已经开始整理卷宗，准备正式移交司法机关。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件事似乎已经接近尾声，但我心中的怒火却远未平息。仅仅是让他们坐牢，太便宜他们了。他们对我造成的伤害，岂是几年的牢狱就能抵消的？不，我要的远不止这些。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让他们在阳光下无所遁形，让他们成为人人唾弃的垃圾，让他们活着比死了更痛苦。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开始构思一个更加彻底、更加诛心的复仇计划。我利用父亲赋予我的权限，指示调查组将重心从刑事犯罪证据的收集转向对张浩和李娟个人品行、私生活等方面的深度挖掘。这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收集能彻底摧毁他们社会评价的武器。很快，一份份令人作呕的材料摆在了我的面前。调查组的技术人员针对公司配备的通讯设备及网络，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恢复了大量张浩的私人聊天记录和浏览痕迹，里面充斥着他对女性的轻佻言论、露骨的性骚扰信息，甚至还有浏览和收藏涉及未成年或者极其边缘内容的网站记录。这个外表看似人模狗样的男人，内心竟然如此肮脏、龌龊、变态。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多次利用职权，试图勾引或胁迫公司内外的女性，包括一些已婚的客户代表和供应商人员。而李娟那边惊喜也不少，除了他主动交代的那些，调查组还挖出了他利用职务之便，将一些本应上交公司的客户赠礼、小额回扣中饱私囊，用于购买奢侈品包包和化妆品的证据。他的社交网络小号上更是充斥着各种拜金炫富的言论，以及大量在背后恶毒议论、造谣同事和领导的长篇截图。言语之恶毒，心态之扭曲，令人啧舌。看着这些堆积如山的黑料，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厌恶，但同时，一个清晰而冷酷的复仇蓝图也在我脑海中逐渐成型。我要让他们精心营造的虚假形象在顷刻间崩塌粉碎。我要让他们在自己最在意的名声、最虚荣的圈子里被彻底钉在耻辱柱上。这将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开处刑。我需要专业的刽子手，通过一个绝对可靠的中间渠道，我联系上了一个在网络上颇具能量、擅长舆论引导和定点爆破的灰色团队。我开出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要求只有一个：按照我的计划，在指定的时间，用最有效、最轰动的方式，将我提供的材料精准地投放到目标人群和公众视野中。我要的不是简单的曝光，而是一场席卷网络、深入人心，让目标永世不得翻身的舆论风暴。周四，
林氏集团法务部正式将张浩、李娟、周丽等人涉嫌职务侵占、商业贿赂、诬告陷害等多项罪名的全部材料及证据移交给了司法机关。几乎同时，几家与林氏集团关系良好的主流财经媒体都收到了一份措辞严谨的内部通报概要。通报中并未指名道姓，只提及某分公司高管张某及下属李某、周某等人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已被集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并强调了集团对内部腐败零容忍的态度。这则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迅速在业内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涟漪。一些敏感的媒体开始猜测张某的身份，并试图挖掘更多内幕。舆论的引线已被点燃，一切都在为第二天的主菜进行铺垫。周五上午10点，在我发出指令后，那支灰色团队如同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开始了他们的表演。第一波攻击精准地刺向了张浩最在意的行业圈层，一封封精心编辑、附带了如贪腐细节、能力低下的评估报告、欺压同事的录音节选等精选证据的加密邮件，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数百位行业大佬、知名企业高管、资深猎头以及张浩可能求职的相关公司 HR 负责人的私人邮箱。邮件内容直指张浩的人品、能力和职业道德问题，暗示录用此人将带来巨大风险。几乎在同一时间，第二波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波攻击在各大社交平台全面引爆。数十个事先准备好的马甲账号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在各大社交平台同时发布了大量图文并茂、声情并茂的爆料贴，内容涵盖了张浩混乱的私生活、浏览收藏低俗信息的截图、对女性的猥琐言论实录，以及李娟挪用公款购买奢侈品，并在小号疯狂炫富，背后恶毒辱骂同事领导的长篇截图，标题极尽耸动：人渣经理张某落网记，职场铺性骚扰、贪污腐败，刷新三观下线，扒一扒拜金捞女李某的上位史，挪用公款买包包还倒打一耙。紧接着，早已准备好的水军如同潮水般涌入，点赞、评论、转发，迅速将相关话题推上热搜榜，一个个刺眼的标签霸占了公众视野。而最具杀伤力，也最体现我一报还一报决心的，是第三波攻击。灰色团队将张浩那些特别猥琐、特别虚伪的言论和表情，例如他威胁我的赔一次够你挣1年，例如他被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丑态，例如他在会议上假惺惺的表演，都制作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表情包和鬼畜短视频，配上洗脑的音乐和搞笑的特效。这些作品如同病毒一样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开来。张浩彻底火了，以一种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他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被符号化的小丑，一个供人嘲笑和发泄的靶子。他曾经试图物化我，如今他自己被彻底物化，成了网络狂欢中的一个低俗笑料。连锁反应接踵而至，行业内收到邮件的大佬们纷纷对张浩避之不及，一些公司立刻将他列入永不录用名单。网络上曾经被张浩欺压过的员工，被他骚扰过的女性，甚至是他得罪过的竞争对手，都开始匿名或实名地站出来，
爆料更多他的黑历史，墙倒众人推。他的家人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和不堪入目的证据冲击下，据说也与其划清了界限，甚至有人公开谴责。而事件的中心，张浩本人在看守所里通过律师的转述得知了外面发生的一切，他看到了自己最私密、最丑陋、最不堪的一面，被赤裸裸的扒光，暴露在亿万网民面前，被肆意嘲笑、辱骂、恶搞。他引以为傲的人脉，他苦心经营的形象，他赖以生存的体面，在这一天被彻底碾碎，化为乌有。据说他先是暴怒，疯狂地砸东西，咒骂所有的人，然后他开始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如同一个失去了所有玩具的孩子。最后他变得呆滞，目光空洞，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完了，全完了，精神彻底崩溃。李娟和周丽的下场也大同小异，他们的事迹作为张浩事件的配菜，同样在网络上流传，被贴上拜金女、恶毒帮凶的标签，社会性死亡。我坐在总部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几个屏幕上正实时刷新着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看着那些不断攀升的热搜话题，看着那些对张浩、李娟口诛笔伐的评论，看着那些极尽嘲讽的表情包和视频。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内心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而残酷的满足感。那些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和屈辱，仿佛在这一刻，通过对方更加惨烈的毁灭，得到了加倍的偿还。这就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我端起咖啡杯，轻轻抿了一口，窗外的阳光似乎也明亮了几分。几个月后，法院的判决正式下达，张浩因职务侵占、商业贿赂、侮辱等多项罪名成立，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个数字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几乎意味着他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将在冰冷的铁窗后度过。李娟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主动交代并提供关键证据，且部分罪行相对较轻，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周丽作为从犯，情节较轻，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法律的审判终究还是来了，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但这仅仅是惩罚的一部分。比牢狱更可怕的是他们早已被宣判的社会性死亡。张浩的名字和他那些标志性的表情包、鬼畜视频已经成为了网络上的一个固定梗，一个代表着猥琐、贪婪、愚蠢和最终自食其果的符号。人们在提起职场性骚扰、内部腐败，或者单纯想找个乐子的时候，总会把它拉出来鞭尸一番。它彻底臭了，臭得人尽皆知，臭得深入骨髓。可以预见，即使多年后他刑满释放，等待他的也绝不是新生，他将永远背负着这个耻辱的烙印，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被社会彻底抛弃。亲人早已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避之不及，他将成为一个孤魂野鬼，在鄙夷和嘲笑中度过余生。而他在行业内的前途更是被彻底斩断，没有任何一家稍有规模的公司敢冒着得罪邻士和沾染污点的风险去录用他。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所谓能力和人脉，在绝对的实力和彻底的臭名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才是对他最狠的惩罚，断绝他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让他永无翻身之日。据说张浩在狱中精神状态极不稳定，时常出现幻觉和异想。有人说他常常在深夜里对着空无一人的墙壁
模仿着女性尖锐的哭泣和求饶声，声音凄厉，令人毛骨悚然，仿佛在重演他曾经对受害者施加的暴行。也有人说，他对某些特定的词语，例如派对、裙子、咖啡等，会产生剧烈的生理性呕吐反应，每次都吐得脸色惨白，浑身虚脱。具体是真是假，无人深究，但所有人都知道，张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渣经理，即使活着，也早已坠入了自己亲手挖掘的地狱，日夜饱受煎熬。李娟和周丽的下场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虽然刑期较短，但出狱后同样面临着社会的排斥和生活的困境。他们的名字和照片早已和拜金、恶毒帮凶等标签绑定在一起，在网络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求职无门，朋友远离，甚至连家人都觉得他们丢脸。他们为当初的助纣为虐和愚蠢选择付出了沉重的，或许将伴随一生的代价，在底层苦苦挣扎，无人同情。而我，林薇，早已将这些人和事抛在了身后。在这场风波中，我所展现出的冷静、果决和雷霆手段，让父亲和集团的元老们都对我刮目相看。他们看到了我骨子里继承的属于林家人的那份韧性和狠劲。风波平息后，我没有选择回到舒适区，而是正式进入了林氏集团的核心管理层，从一个基础的项目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熟悉业务，展现能力。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隐藏身份、小心翼翼的实习生，我是林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林薇，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